这是一篇用339乘船漫游整个长江三峡的视频攻略 vlog。 长江三峡是我们中国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地理和文化符号之一，是无数故事和诗篇的诞生地。李白在此写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惊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瞿塘之雄，巫峡之患，西陵之险，我们在诗篇中、课本中、故事中无数次的相见，这次我们真正的去走一遍。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要想体会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三峡之旅，往往都需要坐3000到5000美人的三峡豪华游轮。但其实我们走进三峡两岸的县城，坐上公交船和小游船，339就能通关整个三峡。现在是早上不到7点钟，然后又赶出酒店去火车站。现在天天早上，我们其实这趟旅程天天早上都是6点多就起床。解放碑，这是解放碑早上7点的闹铃。第一天早上8点51，我们从重庆北出发，9点50高铁到奉节。奉节是典型的长江沿岸的小城，所有的楼房都生长在窄窄的江两岸，这里也是中国最主要的脐橙的产地之一。三国名城白帝城就在这里，我们下午就去寻古。立于托孤堂前，刘备临终前的场景晃在眼前，转身向东，就看见夔门如巨斧劈开群山，赤甲山折红如焰，白岩山灰白似雪，两山夹峙，形成长江的天下第一门夔门。这里也是10元人民币图案的取景地。古时此处更有堰玉堆，巨石矗立江心，船工视若鬼门关。白居易曾叹瞿塘天下险，夜上信难哉，逆风惊浪起，拔刃暗船来。1958年整治航道时，这千年险礁终被炸除。从白帝城出来可以打车直上三峡之巅，要顺着这点爬上去，山基线爬上去。这里可以鸟瞰整个瞿塘峡，如大地裂痕，江岸两山对峙，斧劈刀削，直上而下，天开一线，古锁一江。瞿塘峡是三峡中最短的，只有8公里长，但也曾是三峡中最险的一段。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就起身去奉节的小红船码头坐长江上的公交船，因为船身涂红，因而得名小红船。这个公交船本是为方便长江边上无数个沿江村落而开通的，这些村子要打通公路通向外界是很困难的，但长江反而是一条坦荡的大道。小红船上午8点和下午1点20各一趟，从奉节到巫山，票价40。好，给了啊。好。小红船是很简单的2层船，上下层各有些座位，但开船时大家都喜欢挤在2层的甲板上看风景，甚至挤在驾驶室看热闹。大家都可以站在驾驶室里来看，这几乎是你坐任何船都看不到的场景。驾驶舱挤成这个样子。小红船的线路也很有意思，它似乎可以停在江边的任何地方，上1个人也停。这也是码头。
有些是道路的尽头，只插在江中，这里算是码头；有些则根本是一个没有路的荒坡，但这里也是约定俗成的。而船长则更是在驾驶室里拿着望远镜在找沿江的乘客，发现了就开过去。乘客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像我们一样猎奇的游客，更多的则是进城卖货的村民、上学的学生。会有很多果农挑着骑乘进城去卖，很多时候他们一上船，游客们就一拥而上。很快人潮散去，一篮果子也就卖得差不多了。我也想买个尝尝，就问老板能买1块钱的吗？稍稍惊讶之余，老板塞给我一个，给1块就行了。是啊，时空飞逝，物价变迁，原来最标准的1元钱，现在都变成了不那么精准的估量值。而我们也似乎在日常生活的大城市里，很少见到用这张纸钞了。但在奉节，在巫山，在这样传统与现在交融的长江小城，1元钱仍保留着它的地位。在小红船上，我们仍可以1元钱买一个橙子；在奉节，我们在本地人的小饭馆里，仍然可以3元钱甚至1元钱买一小份凉菜拼盘。而据说长江一些支流中已经留存不多的摆渡船，对本地的熟客还是有着1元钱的友情优惠价的。我们三峡之旅这次整体的规划是这样的：第一天，我们先从重庆北，然后坐高铁到奉节，这是奉节县城。然后我们到奉节了之后，我们去白帝城以及三峡之巅。然后第二天早上，从这里，这是小红船的码头，我们从小红船码头开始坐船，沿着长江过瞿塘峡，沿长江而下，到巫山。小红船在巫山县城下，在巫山县城下了小红船之后，我们还可以去小三峡，这里是小三峡。然后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在巫山县坐高峡平湖5号，这是巫峡，开始走巫峡。神女峰是大概在这个位置，沿着巫峡一路走。然后出巫峡就到了巴东，然后继续向下，这里已经到秭归，这里是湘西，就是昭君的故乡。从这里开始进入最险峻的西陵峡，最终我们到秭归的太平溪码头下船，这里就是三峡大坝。小红船离开码头，驶过夔门，进入壁立千仞的瞿塘峡。三峡水位上涨，瞿塘峡的古栈道大部分已淹没于水下，但白岩山上数十副摩崖石刻仍倔强地留存在那里，是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的具体阐释。这段栈道好像已经没有了，就是前后都断了。栈道好像三峡之巅，那是三峡之巅，要顺着这些山脊下去，再上去，就爬到那上面。
大约11点半，我们到达巫山。巫山和奉节一样，同样也是水位上涨后重建的沿岸小城。这里还有三峡最温柔的灵魂——小三峡。下午2点，由岸时出发了小三峡游船，我们正好可以赶上。小三峡其实是长江在三峡流域最大的支流大宁河的3条峡谷，龙门峡、八雾峡和滴翠峡的总称，也被称为百里画廊。一路大船换小船，江水也愈发的清脆温柔。夜往闲逛，三峡两岸的小城都是山城，台阶爬升，道路起伏。巫山的纸包鱼的味道相当不错，不要错过。这鱼吃着还是比较香嫩的，还味道不错。我们的野心当然不仅仅是瞿塘峡和巫峡，我们发现了一条更合适的船，可以从巫山出发，过巫峡、西陵峡，直达宜昌。这就是高峡平湖5号，它的名字当然是出自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书的豪迈诗句。这也是长江上最便宜的游船，只要299就可以沿江而下，1天内从巫山直达宜昌太平溪码头，即三峡大坝所在地。它是隔天发船，1天从巫山到太平溪，第2天从太平溪返回巫山，交替往返，中间可能会视情况有神农溪的自费游览。其实就是如果有旅行团上船了，大概率就会有神农溪的自费游，否则就直达。小红船的船票是上船后直接购买的，高峡平湖5号可以直接在网上搜索预订。第3天早上6点多，我们就来到码头找船。又是6点钟起来，去码头赶船，然后坐高峡平湖5号。而此时一切都还在沉沉的夜色中。正常是7点是吧？经常都是7点的，那今天是7点半的。有买票的时候也是跟我们说7点。哦，要给大船同位置的。哎，让我们慌慌张张跑过来。游船从码头启程，巫山长江大桥如虹跨江。文峰塔在山中若隐若现，在这里，长江劈开巫山主脉，形成了46公里长的巫峡，谷深且长，山水落差最高可达1000米。山峰秀丽险峻，水墨长卷中有巫山12峰。神女峰从峰峦中平庭而立，瑶姬的传说在此凝固成石。相传西王母之女筑大禹治水后，在这里画峰，守望1000年的周记。陆游在《三峡歌》中写道：“12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朝云暮雨浑须臾，一夜猿啼明夜中。”王师鹏则感叹：“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峰。”长江在这里百转千回，时而东，时而西，像一条游龙穿梭在群山中。船行期间，也犹如进入了一条天然的迷宫，应验了王安石的描述：“青山缭绕一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出巫峡口就到了巴东，这里已经出了重庆，来到了湖北地界。巴东也是分裂长江两岸的新建县城。巫峡口附近就是神农溪的入口，可惜这次我们没有停留，等待以后有机会吧。这个地方就是湘西，这是王昭君的
家乡，也是西陵峡的入口处。继续前行，三峡中最险峻的西陵峡峥嵘扑面而来。西陵峡的入口处就是湘西，是昭君浣纱处。杜甫是这样描述这里：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寸。著名的兵书宝剑峡就在入口的不远处。这个吗？西陵峡两岸峰峦高耸，夹江壁立，奇石嶙峋。站在游船甲板上，两岸山峰压迫而来，似乎伸手就可触及，险峰似乎就已经拍到你的脸上了。水面逐渐开阔，游船逐渐靠近三峡大坝，这里已经是资归、屈原的故乡。我们坐船的这天，天气并不太理想，隐藏于雾气中的三峡大坝像卧龙，慢慢地显露身姿。眼前就是新的世界奇迹——三峡大坝，全长3335米，坝顶高程185米。不过可惜的是，我们的游船停靠的太平新码头是不过三峡大坝船闸的，但这里下船还是可以直接打车去三峡大坝的游客中心参观三峡大坝的。之后，我们当天火车抵达荆州。至此，3天时间，339的船票，我们阅尽了瞿塘峡之雄、巫峡之幻、西陵峡之险，完成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年丝路的通关。这个视频是我们三峡游的攻略，但这只是我们去年从历史现场到自然奇观的长线旅行的一部分。九寨和黄龙的视频已经出了，后续还会有这条线路中的石宝山石窟、钓鱼城、重庆、五龙天坑、三峡、荆州古城等一系列的目的地攻略 vlog。我们下个目的地见。